距印度仅20多公里，中国班公湖大桥终于建成，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近期我国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发布了一条关于自驾行的公告，直接导致印度破了大防。导致这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这场自驾行可是包含了我国精心策划的班公湖大桥。目前班公湖大桥已经正式通车，不仅改写了中印在班公湖地区的力量平衡，只要我国愿意，还能将印度的防线瞬间崩塌。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班公湖大桥的影响力为何这么大。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美丽神奇的班公湖。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班公湖，它的东西两端最长的距离可达155千米，而南北两端的宽度平均仅有4000米，是世界上最狭长的湖泊之一。班公湖目前被中印实控线一分为二，正处于中印两国共同控制的状态。班公湖 68.5% 的面积被我国掌控，可达413平方公里。马嘎藏布、波马区等是班公湖的主要补给水源，而它们正处于我们国家的控制范围，因此东半部分的湖水属于优质淡水，对于鸟类、鱼类的生长都非常适合，另外旅游业的发展也更适合。剩下的 31.5% 由印度控制，也就是191平方公里的面积。该区域因淡水稀缺，蒸发作用显著，形成了典型的咸水湖，生态环境严峻，难以支撑印军在此进行大规模驻军和开发活动。坐落在班公湖北岸的8座山峰，因形似手指，该地区被冠以手指区的称号。其中从西至东的山峰依次被命名为第1指至第8指。这一地带不仅是中印军事对峙的关键区域，还是双方主权争夺的焦点地带。目前印度控制着第1至第3指区域，其中楚舒勒附近的区域尤为关键，被视为其前沿阵地，而第4指区域则处于中印实控线的核心争议之中。从第4指的制高点可以俯瞰班公湖的中段。2020年中印在该地区发生了对峙事件，此后我国加强了对第4指区域的控制力度，并成功实控了东侧的第5至第8指区域。第8指附近就是我国建设班公湖大桥的区域范围。在5月份的中旬，阿里地区日土县开展清澈的爱，只为中国首届环班公湖自驾边疆行活动。活动中16辆越野车相距班公湖景区码头，随着发车指令响起，环湖之旅正式开启。此次环班公湖旅游路线精心规划，途经日土宗遗址、下达措遗址、原始红柳林、乌江村班公湖码头等，最终返回班公湖景区的起点。这不仅是我国第一次将班公湖大桥进行公开披露，同时还向外界传递了班公湖已稳稳掌控于我国手中的信息。班公湖大桥的战略意义。据《欧亚时报》于2024年8月初的报道，根据最新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班公湖地区正在加速建设第2座公路大桥。目前该桥已进入铺设沥青的最后阶段，预计不久后将正式通车。回溯至2022年，我们曾在距离边境线仅20多公里的湖面最窄处建造了一座500米长的预制件公路大桥。这座桥虽只适用于轻型装甲车辆的通行，但彻底结束了班公湖无桥梁的历史。事实上，这座桥作为预备工程的一部分，为后续的更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如今紧邻其旁，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更为宏伟的新桥。新桥的桥面更宽，承重能力更强，甚至可以容纳15式轻型坦克的通行。这一进展无疑令人振奋，标志着我们在班公湖地区的交通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关于这座大桥，自2022年印度媒体报道后，其关注度与担忧度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激增。他们担忧的是班公湖大桥建成后将极大缩短我国在班公湖周边地区的物资和部队调动时间，进一步增强我国在班公湖地区的影响力。印度的疑虑并非无中生有，班公湖大桥的实力不容小觑。此大桥一旦建成，将显著缩短两岸的交通距离，使解放军能够从原本的数百公里绕行减少到几分钟内即可抵达，极大地提升了军事响应速度和效率。此外，班公湖大桥的强大承载能力，使其能够安全地容纳如15式坦克等高原作战环境专用的武器装备通过，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在班公湖地区的军事部署实力。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新藏铁路项目的建设，初步测量工作已圆满完成，接下来的规划及开工建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新藏铁路的全长规划将达到2000公里，不仅将为西部边境带来新的助力，稳固边境环境，还将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交流。未来班公湖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和基地，
对边境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我国将建大型军事基地，面积是美国珍珠港的5倍，有何战略价值？近些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南海岛礁的开发力度，在南海建造了7座人工岛。除此以外，黄岩岛、半月礁等岛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能在这些地区进行填海造陆工程，必将有助于我国加强对南海的掌控。近期有外媒报道，我国在南海建设新的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面积将是美国珍珠港的5倍。那么，这一基地选址何处，有什么价值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我国在南海的7座人工岛，包括美济岛、永暑岛、朱碧岛、华阳岛、南薰岛、赤瓜岛、东门岛等。这些岛礁的建设相对完整。美济岛是建设在美济礁上的人工岛，总面积约 5.66 平方公里。我国在岛上建设有机场、灯塔、医院等基础设施，是我国在南沙的军事基地之一。美济岛内部有天然泻湖，是避风良港，已经建成了大型渔业养殖基地。距离美济岛290公里处是永暑岛，永暑岛建设在永暑礁的西南部主礁盘上，长约26公里，最宽处约 7.8 公里，面积 2.8 平方公里。永暑礁的地理位置极好，位于引庆群礁和九章群礁的中心点，是太平岛与南威岛之间的必经之路。西北方向250海里处是越南金兰湾。朱碧岛建设于环形的朱碧礁上，面积 4.3 平方公里，距离中业岛大约23公里。西南方192公里处是永暑岛，东南方是太平岛。朱碧岛、永暑岛和美济岛是我国在南海的3大军事基地，三者互为依仗，呈品字形分布，堪称我国在南海的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3大人工岛都位于南沙群岛，南沙北部的中沙群岛地处南海中部海域，扼守进出南海的交通要道。对中沙群岛进行建设，可以更好地稳定南海局势。近期根据相关报道，我国要对中沙群岛进行开发建设，将周围部分岛礁建设成军事基地。中沙群岛与永兴岛相距约2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军事基地面积大约4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中沙群岛的6倍。这样的建设规模世界罕见。美国著名的珍珠港军事基地也才89平方公里。珍珠港位于瓦胡岛南岸，这里与深水港、火努鲁鲁港相邻，是整个北太平洋最大、最安全的停泊港口之一。珍珠港是美军太平洋舰队的驻扎基地和美国的造船基地，民用船只和外国船舰不允许进入。珍珠港是美国在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之一，水域面积32平方公里，平均水深约14米，最多可以停泊500艘舰船。美国在珍珠港建设有舰船修理厂、干船坞、码头、燃料供应站以及必要的海军设施，因此珍珠港可以为航母、核潜艇等大型军舰提供维修、保养等服务。除此以外，美国还在珍珠港内的一个小岛上建设有福特岛海军航空站。珍珠港被珊瑚礁包围，只有2个入口，主航道珍珠水道是一个狭长的通道，全长约16公里，最宽处约 2.4 公里，最深处达到13米。珍珠港内部分为东西2区，东部负责水面舰艇的维修等工作，西区是太平洋舰队的主要驻扎区。珍珠港是美国闻名世界的重要军港，而我国正在中沙群岛建设的军事基地面积接近5个珍珠港。那么我国为什么选择中沙群岛呢？中沙群岛位于南海中部，古称红毛且、石兴石塘，包括30多个岛礁。它的岛礁分布范围仅次于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由黄岩岛、中沙大环礁和一统暗沙、宪法暗沙、神湖暗沙、中南暗沙等4座分散的暗沙组成，绝大部分区域都是淹没于水下的珊瑚滩礁。只有黄岩岛是露出水面的。黄岩岛略呈等腰三角形，礁盘面积约150平方公里，水深一般在 0.5 至3米。黄岩岛内部有一个泻湖，东南部的礁门水深9至11米，可以与外海连接，能通过中型渔船和小型舰艇，是南沙罕见的大型天然良港，战略价值极高。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大约230千米，扼守苏比克湾进出咽喉，具备重要的航运价值。中沙群岛的主体是中沙大环礁，中沙大环礁长约140公里，宽约60公里，面积8400平方公里，略呈椭圆形，从侧面立体来看呈短柱形。中沙大环礁的西部是水深2500多米的深海槽，东部紧邻4000多米的深海盆地。中沙大环礁全部淹没于水下，已命名的暗沙一共26座，
泻湖内漫步暗沙、平南暗沙等6座，环礁周围有蓟莽暗沙、海镇暗沙、安定连礁等20座暗沙，其中最浅处的暗沙是漫步暗沙，水深仅为9米，这个距离是比较适合进行造陆建设的。拉远镜头来看南海，南海通过巴士海峡、巴拉巴克海峡、苏禄海、马六甲海峡等地，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东亚、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十分依赖南海，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南海承包了他们能源贸易的90%。而中沙群岛位于南海中部，渔业资源丰富，还是南海重要的油气富集区，初步探明的石油储量约5亿吨左右。而且中沙群岛位于南海主航道，与海南三亚距离585公里，北部与深圳距离675公里，东北方520公里处是东沙群岛，879公里处是台湾鹅銮鼻。中沙群岛西部距离越南大约533公里，东部与菲律宾相距276海里，向南大约120海里是南沙群岛。由此可见，中沙群岛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相差不大。如果能将附近岛屿紧密连接起来，将成为我国的一道重要屏障。国家级中心城市从9个调整为5个，减少了哪些城市？新定位又是什么？近日，国家层面正式批复了全国40多个重点城市的2035年总体规划，明确了各城市的性质、功能、人口上限及发展边界。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被定位成国家中心的5座城市。在此次规划中，备受瞩目的国家中心城市概念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细的分层级中心城市体系。经官方批复，仅有5座城市被赋予了国家层面的核心地位，它们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天津。其中，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上海为国际经济中心，广州是综合性国家门户，天津和重庆则分别承担北方开放门户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功能，推动京津冀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协同。令人注意的是，国务院给成都、武汉、郑州、西安4个城市总规的批复原文里就没有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的表述，而是获得了次一等大区中心的定位。比如，成都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西安则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武汉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少了重要的3个字。2. 国家中心城市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在中国的城市定位中，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等城市已不再被提及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对其的期待和描述中也未再使用这一称谓。有人认为这一变化的背后，部分原因在于部分城市的综合实力尚未达到预期，强行拔高其地位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损害规划的庄重性和权威性。例如，从经济总量来看，西安的 GDP 排名并不靠前，甚至不及苏州和南京，也落后于佛山。郑州的 GDP 排名虽然稍好，但并未超过无锡。尽管在资金总量方面，西安和郑州的排名稍有改善，但仍然未能进入前列。与此同时，深圳、杭州和苏州等城市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表现出色，实力雄厚，国际影响力巨大。然而，这些优秀的城市并未被赋予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香港回归都快30年了，它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经济、金融、航运和商贸中心。海外对华的投资有 65% 需要通过香港中转。以深圳和香港为例，无论从经济总量、财富总量、对外开放还是国际影响力等角度看，它都应是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而杭州、南京等城市同样具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资格。在新的规划中，天津和重庆依然被明确标定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但他们的实力却显得稍有不足。从经济总量来看，天津的 GDP 排名已退至内地的第12位，而重庆在资金总量上更是未能达深圳的一半，仅在内地排名第8。官方规划的制定国家在考虑城市的地位时，更注重其综合能级和战略地位，而非单纯的经济规模。例如，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扩大，有人提出天津实力较弱，应考虑调整其直辖市地位。但若真的撤销，那么南北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此外，还需考虑东西部发展差异，以及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战略。3. 获批的省会城市谁的定位最高？最近获批的兰州与副省级城市成都评级，成为西部地区关键的中心城市。这标志着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的最高定位。
也为西部其他省会城市提供了获批的基准。一般来说，省会城市若能对全省产生较强的辐射力，并在整个大区中拥有区位、交通、经济或战略上的重要性，那么它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地区中心城市。例如，南京和杭州被批准为东部地区关键的中心城市，南宁则被赋予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呼和浩特则成为华北地区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共同点在于其重要的区域影响力。然而，济南、沈阳和南昌的定位则更侧重于特定的区域战略或城市群。济南凭借着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战略，成为黄河流域重要的中心城市。沈阳则被定位为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这反映了东北亚地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南昌则是长江中游关键的中心城市，其地理位置使其与武汉、长沙同属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已获批的省会城市中，海口是一个例外，它并未被赋予任何中心城市的定位。尽管海口与南宁同属华南地区，但南宁已晋升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这更加凸显了地区中心城市的授予并非随意。海口虽然享有自贸港等顶层政策的支持，但由于其经济、人口、产业规模有限，辐射范围较小，城市能级仍有待提升。除了台湾省以外，中国还有3个地方急需收回，结合地图了解一下。除了台湾省，还有3大岛屿对我国的发展也很重要，并且这3大岛屿在历史上与我国都有着很深的渊源。如果能将其收回，将大大增加我国的战略空间。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琉球群岛。琉球群岛位于太平洋海域，周边岛屿有日本大屿诸岛、我国台湾岛和钓鱼列岛，西南部与冲绳海槽相邻。琉球东北部与日本大屿诸岛隔着土嘎拉海峡，群岛东侧是太平洋，西侧是我国东海。琉球群岛陆地面积约 3611.08 平方公里，由5个岛群组成，分别是奄美诸岛、仙岛诸岛、土嘎拉列岛、大东诸岛和琉球诸岛。琉球群岛上的平原面积较小，其地形复杂，多以山地与丘陵为主。最高点是位于中之岛的玉岳。琉球群岛的渔业资源丰富，生产鱿鱼、金枪鱼、秋刀鱼等，当地缺乏金属矿产资源。但是日本在琉球南部探测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它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中转站。这里隔着冲绳海槽与我国的钓鱼岛和台湾相望，对我国维护东海海权和钓鱼岛主权有重要意义。在琉球群岛附近区域有很多海峡，在战略意义上都非常重要，比如土嘎拉海峡、大隅海峡等，它们都是我国船只进入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它战略价值高的原因还在于，曾经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就是通过利用琉球岛上便利性战略，偷袭了美国位于太平洋上的珍珠港，给了美国海军力量上的当头一棒，足以看出琉球群岛的战略价值有多高。现在的琉球群岛由日本代管，分属于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冲绳县的经济结构偏重于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当地的内外交通依赖航空，主要的机场是那霸国际机场。目前琉球群岛上就有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基地，并且将琉球群岛视为第一岛链。如果琉球群岛独立或者被我们收复，你们美日2国在此群岛上存在的军事都会被清除，那么我们国家从东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就会畅通无阻。2. 藏南地区。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包括我国西藏的措那市、龙子县、墨脱县、察隅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少量的朗县和米林市辖区。藏南地区的面积约 9.3 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00万。当地的主要民族有藏族、珞巴族、门巴族。这里位于4国交界之处，周边有不丹、印度、缅甸。藏南地区气候温润，降水丰富，景色优美，有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在内的诸多旅游景点，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 90% 以上，是我国西南领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处于印度次大陆与亚欧板块之间的俯冲挤压带，地势起伏低，高差大，最低处海拔只有100多米，而最高处高达7000多米，平均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因为剧烈的高差，使得北方冷空气无法南下，
南方来自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被山脉阻挡，在藏南地区形成充沛的降水和温暖的气候，形成了这里与青藏高原截然不同的气候条件，更适宜农业生产，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藏南地区年均降水量为2000至5000毫米，有的地方甚至能达到9000毫米，是世界上降水最多的地区之一。加上地形带来的巨大落差，使得藏南地区水能资源极为丰厚，仅次于我国长江流域。此外，藏南地区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有烙铁矿、铅锌矿、金矿、银矿以及铜矿等。藏南地区对中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藏南地区是我国通往南亚的重要通道，它位于四国交界处，处于地势上的高点，能对周边国家形成天然的遏制。这里是我国西藏、四川、云南等地的门户，一旦失去这里，我国西南腹地将失去一道天然屏障。3. 南沙群岛。南沙群岛是一片散布型的群岛，不仅位于我国南海地区最南端，更是我国版图中最南端的领土。南沙群岛最北端的岛屿是熊南礁，南至利地暗沙，西到万安滩，东接海马滩，是南海最南的一组群岛，岛屿滩礁最多，散布范围最广的一组群岛。由东向西的长度约905公里，南北宽约887公里，海域面积为88.6万平方公里。南沙群岛的面积占据南海我国管辖范围的 42%， 群岛内的岛礁数量超过230座，在南海中的面积是最大的，岛屿数量也是最密集的。其西北与越南相对，东北与菲律宾隔海相望，南部水域与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沿海相接。最西端的海马滩与菲律宾的距离也只有140公里。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距离我国南端的曾母暗沙也仅有110公里，并且黄金水道马六甲海峡就在南沙群岛的西南侧。从马六甲海峡过往的船只进入南海，必须要经过南沙群岛，所以这里的航运价值非常突出，扼守着印度洋与太平洋。另外，我国南海的油气富集区主要分布万安盆地、曾母盆地、里约盆地和沙巴盆地。这4个盆地以探明石油可采储量约 10.06 亿吨，天然气可采储量约2万亿立方米。不仅如此，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另外还有经济价值巨大的渔业资源。就是因为拥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与战略价值，才会被周边国家所觊觎。比如中业岛、西越岛、仁爱礁、马欢岛与西越岛等众多岛礁都被周边多个国家所占领。我们若将被别国非法占领的岛礁收回，那么我们在南海地区的布防与防御会更加精妙牢固。中俄越老4国齐聚，盘点历届朝鲜阅兵，这次又有哪些变化？2025年10月10日，朝鲜阅兵展示了军事装备和仪式风格的显著变化。朝鲜自2020年起采用了中式正步为主、俄式为辅的新步伐，取代了早期的俄式弹簧步。新步伐减小了抬腿幅度，加大了步幅，整体显得更加大气和稳重。这一变化体现了朝鲜在阅兵仪式上的独特风格和自信。火星20型洲际弹道导弹首次亮相，其射程覆盖美国全境，采用新型发动机技术，提升了朝鲜的战略威慑力。高超音速导弹如火星11E展示了朝鲜在导弹技术上的进步。新型无人机展示了具备长航时侦察和精确打击能力的无人机，丰富了朝鲜的作战手段。坦克和其他装备，新型主战坦克如天马20主战坦克亮相，可能是天马3型坦克的改进版，配备了主动防御系统。多种火力打击装备、工兵装备和超大型放射炮也在阅兵中展示。这次阅兵展示了朝鲜在军事技术上的持续进步，尤其是在导弹技术和新型装备方面。这些变化反映了朝鲜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和战略意图。此次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庆典，既是朝鲜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也是检验其与各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契机。越南与俄罗斯高层代表团的到访，释放出明确的政治信号，而中国作为朝鲜最紧密的邻国，其代表团的规格与动向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各方目光聚焦于中朝关系的新发展，试图从这场盛典中捕捉地区格局的微妙变化。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黎于10月9日至11日率团访问朝鲜，并出席庆典活动。
这是越南最高领导人时隔18年再度踏上平壤的土地，也是继胡志明、龙德孟之后第3位访问朝鲜的越南领导人。越南此次派出最高层代表团，不仅体现了对朝鲜的重视，更被视为对两国传统友谊的坚定支持。越南与朝鲜的友好关系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1950年，两国正式建交，开启了外交互动的篇章。金日成曾于1958年和1964年2次访问越南，胡志明则于1957年率团回访平壤。这些高层互访为两国关系奠定了深厚基础。近年来，双方互动愈发频繁，尤其是2019年金正恩访问越南，并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举行会晤后，朝越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苏林访朝被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标志。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率团出席庆典，成为活动的一大亮点。近年来，朝俄关系持续升温。俄乌冲突爆发后，朝鲜在联合国投票中支持俄罗斯，并疑似向俄方提供军需物资，展现出两国在战略层面的紧密协作。2024年6月，普京亲自访问朝鲜，与金正恩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为双方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梅德韦杰夫此行既是对朝鲜建党80周年的祝贺，也是俄朝深化党际交流、探讨军事合作的重要举措。尤其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与朝鲜的军事合作，甚至引入朝方军事力量，成为外界热议的话题。在众多国家代表团中，中国的参与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作为朝鲜最重要的邻国和长期盟友，中方的出席规格不仅反映中朝关系的紧密程度，也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深远影响。近期中朝高层互动频繁。9月28日，朝鲜外相再次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宝贵财富，中方始终将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作为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一表态进一步凸显了中朝关系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在金正恩出席中国93阅兵后，中方此行被视为对两国友谊的又一次巩固。此次庆典吸引了越南、俄罗斯等多国高规格代表团的参与，标志着朝鲜正在逐步拓展外交空间。在美国、日本、韩国对朝施压的背景下，这场盛典成为朝鲜向世界传递独立外交声音的重要平台。它不仅是一场阅兵活动，更是一次展示朝鲜外交成果、凝聚国际支持的契机。越南和俄罗斯的高层到访，体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合作，而中国的积极参与则再次印证了中朝友谊的深厚根基。未来半岛局势的走向仍将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过程中，中朝关系的持续深化不仅将为两国带来更多合作机遇，也将为地区稳定注入积极因素。无论是阅兵的宏大场面，还是多国代表团的密集参与，都在向世界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和平与合作仍是解决地区问题。假如中国收回全部争议领土，面积究竟有多大？能否赶超俄罗斯？西方国家至17世纪后期进行了殖民掠夺，我国丢失了大量的土地。目前我国与邻国之间依然还有部分领土存在争议。我国将丢失的领土全部收回后，其面积有多大？能赶超俄罗斯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中印边界附近的争议领土。江心坡位于我国的西南方，该地区长约300公里，宽约150公里，面积约 2.7 万平方公里。江心坡地势北高南低，分为上中下3部分。这里的地形以山地为主，森林覆盖率高，土壤肥沃，矿产资源与水资源也比较丰富。缅甸在19世纪末被英国殖民统治后，就将江心坡给占领了。二战后，江心坡自然也就成为了中缅之间的争议地区。最后我国在深思熟虑后，将这块土地放弃后，换回了片马、鼓浪与钢房这3部分领土。拉达克位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东南部，面积约45110平方公里，人口约26万。位于喀拉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峡谷地带，海拔在3000至6000米之间，全境都处于青藏高原上。拉达克在我国历史上由中原王朝管辖，但是南亚在19世纪被英国殖民统治后，西藏地区的草原与资源就被英国给盯上了。1846年，他更是在清朝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将整个拉达克地区划入了英属印度版图。
印度独立后，拉达克依旧是它的组成部分，占印度控制克什米尔面积的 45%。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包括我国西藏的措纳市、龙子县、墨脱县、察隅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少量的朗县和米林市辖区。藏南地区的面积约 9.3 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00万。这里位于4国交界处，周边有不丹、印度、缅甸。中印产生领土纠纷始于上世纪英属印度当局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目前藏南还有部分地区被印度非法占领，更是实施了向藏南移民、大兴土木与加强军事化部署等措施，以此达到永久占领藏南地区的目的。但是我国历年来出版的标准地图对藏南地区都是进行了明确的标注。2. 蒙古国与唐努乌梁海。蒙古国是世界上第2大内陆国，面积 156.65 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仅有340万。该国资源丰富，全境矿产种类约80种，主要的资源有煤炭、铜矿、石油、铁矿、稀土等。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农牧业是其经济基础。蒙古国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朝时期，当时游牧的蒙古族就与中原王朝有往来。清朝时期，蒙古各部的大部分领土并入清朝。晚清时，沙俄对蒙古国进行渗透，在清政府覆灭后，沙俄趁机推动外蒙古独立，直到1946年，民国政府才承认蒙古国独立。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古西北，北至萨彦岭，南到唐努山，西到俄罗斯巴尔瑙尔东南，东到外蒙古库苏古尔坡以东，面积约 16.86 万平方公里。17世纪初，沙俄多次派遣使者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1727年，经过谈判，清廷与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明确了中俄以萨彦岭为界。第2次鸦片战争后，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唐努乌梁海一步步被割让。但是截止到1869年，唐努乌梁海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属于清朝。清朝灭亡后，他在外蒙古的影响下宣布独立，但是在1914年被沙俄进行了保护。我国曾在1919年将其收回，仅过了2年的时间，他又再一次的宣布了独立，直到1944年被苏联成功吞并。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3. 外东北与外西北。外东北的范围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地河与外兴安岭之间，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格布特岛等近海岛屿在内，共计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部分领土拥有优越的海岸线与丰富的物产资源，很快就引起了沙俄的注意。沙俄在1858年与清朝签订了瑷珲条约，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割让给了沙俄。这块领土范围差不多有60万平方公里。在1860年，又强迫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次割让的范围包括乌苏里江以东，外加库页岛在内的40多万公里的领土。沙俄仅用了2张不平等的条约，就让我国丢掉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让我国的吉林省从一个沿海省份变成了一个内陆省。外西北是指清末时期被沙俄侵占，位于新疆以西的一块高达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块领土大致范围包括楚河流域、塔拉斯河流域等地区，以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为起点，向西南方向经过艾古斯河等河流流域，到达巴尔喀什湖的北岸的七河流域，最终到达瓦罕走廊。这一范围还包括了巴尔喀什湖、斋桑坡、阿拉湖以及伊塞克湖4座大湖。1864年，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了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等5个条约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卡尔嘎西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加上帕米尔高原被俄国占领的3万多平方公里，俄国共割占54万多平方公里。从上述可以看出，我国丢失的大部分领土都是被沙俄给占领了，剩下的基本都位于中印边界地带，以及还有我国南海海域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岛礁。如果我们将这些领土全部收回，粗略计算，我们国家的领土会增加到1300多万。虽然还是无法超越俄罗斯，但是将会赶超美国与加拿大，成为领土第2大国家。